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和房子有关的这个装修。大家平时呢看到最多的就是我说的这个房产知识，以及呢房价走势的分析。其实呢，装修我也懂一点点，但是呢做不到全部的这个精通。因为我们在买卖房子的过程当中，其实呢有的时候也参与了业主的这个装修设计，包括呢我们自己住的房子也有这个装修。在生活当中呢，有一些东西呢都是总结出来的经验。那今天呢，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在装修的过程当中，有10个装修设计的错误，我们尽量呢要避免。你要知道的一点啊，装修是一体的，一旦我们把整个房屋装修了，觉得哪个地方不满意，再临时去换，它就比较闹心，而且呢破坏整体屋子的一个设计感觉。所以呢，我们在设计之初啊，就要把这些东西呢想清楚。那我们呢分别来说，如果大家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呢，都可以在评论区进行留言互动。首先，第一个装修错误呢，就是说我们在买主卧床的时候，我们尽量呢就按标准去买。那正常的这个主卧的床的标准是多少呢？是1.8米乘2米的，对吧？但是呢，很多人觉得主卧就比较宽敞，而且呢是我自己长期住的，那么我稍微买大一点呢很舒服。有的呢就买了2.2米的，但是呢你要知道，我们现在主流的这个住宅呢是电梯高层，对吧？电梯高层呢虽然说有电梯很方便，但是它的整体的公摊是很大的，一般的公摊呢都在25%到30%。想象一下，你买了一个110平左右的房子，除掉公摊，你家里面的实际面积呢只有70平到80平，但是理论上它又会给你做成了3个卧室。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呢，你的主卧并不是很大。如果呢你买的这个床过于大，那基本上呢放下床以后连走路都费劲。你要想一想啊，你的主卧基本上有衣柜，对吧？有的呢女生喜欢爱美，衣服多，还有呢衣帽间再加上床，那基本上呢就没有走动的地方了。有的呢还没有外置的阳台啊，只有呢一个飘窗，所以呢整体的卧室是比较小的。所以呢我们在买床的时候就要根据这个卧室的面积来选择床，并不是说床越大越好，等你入住了你才知道后悔。第二个装修错误的设计呢，就是说很多人喜欢呢做一些花里胡哨的装修，尤其是地面。我建议大家呢在装修的时候啊，对于地面呢我们就通体的去铺这个普通的瓷砖就可以了啊。很多人说我们应该用大板的瓷砖，其实呢我觉得800乘800的就很好。为什么呢？因为整个家庭呢看起来比较和谐啊。因为我们一般买房子的面积呢就在90平到140平之间，对吧？你的整体房屋呢没有那么大，除掉公摊呢，我们整个使用面积并不是太大。所以说呢，800乘800的瓷砖你装上去以后呢，会非常的美观。如果太大呢，就会显得特别的不舒服，或者说压抑。而且呢，这里有一个区别啊，就是说呢，北方有很多这个家庭呢，他认为啊，我们的这个卧室不应该去装瓷砖，那装什么呢？就铺木地板。这样呢有2个坏处。第一，打扫卫生呢起来呢并不是很方便，因为我们知道呢，在客厅铺瓷砖，在卧室呢你铺木地板，那中间呢就有过门石，过门石边上呢还有这个地板的周边的这个装饰，所以呢它并不是完全平整的。那这个时候呢，你打扫起来卫生呢就比较麻烦。第二个呢，就是说北方冬天很寒冷，对吧？大家呢都家里边有暖气，普遍呢都装的是地暖，但是木板的这个热传导性呢并不是很好。我们说瓷砖呢这个传导性比较强，所以呢家里边如果是客厅是瓷砖，然后呢卧室是木地板的，你就有一个感觉，卧室会很冷，客厅会很热。那么如果呢你全部都铺了瓷砖以后，那基本上呢家里面的这个温度是很快上升的，而且很容易打扫。比如我们现在的一些智能扫地机器人等等，这些呢都能够把家里面扫得干干净净啊，因为呢它地面是平整的。再有一个呢，就是你买普通的这个瓷砖有一个好处，一旦呢有某一块砖坏了，你想去换的时候呢，它都能够随时找到花色，毫无违和感。但一些呢大
大板的这种瓷砖，那基本上呢用的群体很少，一旦呢在市场上不受欢迎，那基本上就会停产。你要知道呢，装修这个东西1-2年变化就太大了。第3个方面的装修设计呢，就是厨房的推拉门。我们知道呢，我们中国人做饭呢就是有油烟，对吧？和西餐呢不一样，西餐呢是直接放到烤箱，我们呢是要用锅要炒菜的，那么久而久之呢就有油烟。一般的情况下呢，家里面就会在厨房装一个推拉门。但是很多人有一个苦恼，就是说如果在地上装这个导轨的话，那么经常呢有垃圾的存留，而且呢走路磕磕绊绊，所以呢就流行在顶上装这个导轨，对吧？地上呢做到没有一丝的缝隙。虽然说短期之内看起来很舒服，但你要想到一个问题，因为呢它是从上面装的推拉，那用过一段时间呢，你就会发现它并没有呢那么顺畅了，而且呢有的时候密封性不强，稳固性不强，基本上装了吊轨的推拉门在使用1到2年的时间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到时候呢就会发生巨大的声响。所以呢我们在装推拉门的时候呢，一定要先选好多方面去考虑，然后呢再和设计师沟通，对吧？选择合适自己的就最好，并不是说吊轨的这种推拉门呢不能装，而是呢要选择合适自己的。第4个方面呢，就是关于卧室贴壁纸的事情。很多人呢喜欢浪漫，或者说呢见惯了大家都刷这个白墙的乳胶漆，所以呢就很烦。尤其是呢很多小女生喜欢呢把自己的这个房子装成粉红色整得浪漫一点，等等等等。但是呢你要知道一点这个壁纸有好有坏。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壁纸的透气性很差一般呢我们之前在卖房子的时候，有很多家里面呢直接就是贴的壁纸，整屋的壁纸。但是呢你细看房间呢，你会发现一些问题，比如说房子的质量不好，导致到呢上面的墙角会有漏水，然后呢又或者因为天气的原因，家里面受潮了，那么在这个墙边就会呢发霉，整体呢就是一大块，特别的不好看。所以呢建议大家呢在这个整体房子装修的时候不要太倾向于壁纸，我们可以呢把乳胶漆换一个颜色，这都是呢很稀疏平常的事。而且呢现在这个乳胶漆呢也很环保，只要呢你买稍微贵一点的，千万不要买便宜的因为便宜的有很多是工程漆，它有可能呢会散发出大量的这个甲醛会引起呢人体的一些疾病。壁纸呢如果你贴上去以后它做不到整块，那中间呢会有一些缝隙，怎么看呢可能都有点不舒服。这当然是次要的，最主要的就是它的透气性很差。第5个方面呢，就是关于灯的选择因为有很多人呢他喜欢这个欧式的装修，对吧？欧式的装修是什么就是弯弯拐拐嘛，对吧？包括灯也是一样，最显著的就是水晶灯。其实这个水晶灯在刚开始买的时候，你挂上去特别特别的漂亮，照在家里面呢也看着非常的舒服。但是时间久了以后，你就会发现一个问题，它非常容易落灰，非常难以清扫。我有个朋友呢，之前就买了一套房子，买了房子以后呢，他的哥哥告诉他说，现在呢欧式的灯具比较流行，那这样吧，我给你买一个水晶灯。这个水晶灯呢很大，当时呢我们花了1天的时间给它装上去了，因为呢它有很多这种挂钩吊坠等等，我们装了1天呢，到晚上开灯的效果确实非常非常的漂亮。但是经过了半年的时间，我们去清洗它这个吊灯又花了2天的时间，而且呢上面的灰尘很大，如果呢你不清扫的话，你会发现晚上开灯的时候，整个家里面就是那种光斑，因为呢它并不像刚开始挂上去的那么亮。一般的家庭来讲呢，即使你天天打扫卫生，只要你开窗户，那基本上家里面就有灰尘的存在。这些灰尘呢在空气中飘最容易呢就落到我们不经常打扫的地方。而且呢还有一些人喜欢买这个羽毛灯，对吧？羽毛灯呢刚开始是白色的，时间长了你发现就变成灰色的了然后呢留着呢又没有什么用，扔掉呢又非常可惜。所以呢我们还不如买普通的这个 LED 灯，对吧？因为呢它的穿透性比较强，而且呢如果一旦发生一些问题的话呢，我们随时就把灯芯就换掉了。因为呢我们家里面过生活来讲的话呢，都是普通家庭，那不要呢去讲究所谓的浪漫，最主要的呢还是它的实用性。第6个呢就是关于卫生间的下水道因为我们知道呢，我们的下水道我们用的马桶
下水道呢是在我们下面一层，别人家的呢是在我们的头顶。那么有的时候呢，你发现有一些老楼，对吧？尤其是这种98年或者是2000年左右的老房子啊，只要你一上厕所，或者说呢平时在安静的时候，你都会听到卫生间有响声。这是什么呢？这是因为邻居家在用卫生间下水道的声音。那我们呢现在呢也会要考虑到这个方面，那应该怎么办呢？应该在装修的时候，我们加一些这个隔音棉，尽量呢把这个声音降到最小。为什么说呢？不是我们矫情，你要知道，一旦结婚以后啊，很快你就有孩子了。孩子的成长呢是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当你呢把隔音棉包着以后呢，你会发现声音减少很多。如果你不包，隔音效果呢就不强，那声音呢就会很刺耳，而且呢你无法判断别人到底什么时候用卫生间，有可能是在半夜，对吧？也有可能呢是在天亮的时候，所以呢声音呢会打扰我们的休息，我们尽量呢去包一下，这个东西呢也花不了多少钱。第7个方面呢，就是关于家里面玻璃的问题啊，因为很多人呢觉得我有了房子，我最起码要把我的家里打造的很温馨，那怎么办呢？我在餐厅的边上还要做一个酒柜，不管我喝不喝白酒、啤酒、国外的这个洋酒等等，我都要装上一点。啊，然后呢，我外面装上玻璃，那里面呢还有灯光。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或者说朋友来的时候呢，我把这个酒柜的灯光一打开，那整体这个家里面的氛围就上去了，这个逼格也上来了啊，我的面子也有了。但是我要告诉你，这个玻璃呢非常的不实用，而且呢很容易脏啊。刚开始的时候呢，你觉得非常的干净啊，打扫卫生呢也有积极性，但是呢，随着你工作的进行，随着日子一天天的过，你会发现有一些地方你要放弃，因为它们太容易落灰了。其中玻璃酒柜呢就是一个，还有一个地方就是有很多人买了这个主卧带卫生间的房子，对吧？他们会把那面墙打掉，直接换成玻璃的，也就是呢相当于酒店的那种模式。这看起来呢非常的增加情调，对吧？加上毛玻璃朦朦胧胧啊，你的另一半呢在里面洗澡，然后你躺在床上呢，可能感觉啊心情非常的舒畅，对吧？但是啊，如果大家住过酒店呢，你可以呢去那个卫生间看一看，因为它全部是这个玻璃组成的，你看一看它的那个玻璃角下面啊，要么呢就是渗水很严重，要么呢就是特别的脏，几乎呢是没有办法清扫的。而且呢，由于我们经常要洗澡，那用的这个洗发露啊，或者身上的脏东西的都会喷溅到这个玻璃上面，你不可能每一次都冲的。第8个呢，就是关于我们进门的鞋柜，对吧？很多家庭呢都会讲卫生、爱干净，进门呢下班以后先把鞋子脱了放在鞋柜里面，然后呢再穿拖鞋。但是呢，很多人做鞋柜啊没有讲究，他不知道呢这个高度是多少，这个离地间隙到底是多少。其实有的人说10公分就行，其实啊这个10公分根本就不行，因为呢除了放一些平底儿的平帮的鞋可以，一般的像我们的高帮鞋、我们的高跟鞋都放不进去，而且呢时间长了以后里面还会落厚的一层灰。我们在打扫的时候呢几乎不会注意这样的地方。其实呢你要做鞋柜的话，这个离地间隙呢最低是这个20公分，这样的话呢你一些长筒靴啊，或者说一些高帮的鞋啊都可以放得下去，而且呢也便于我们清扫。还有呢这个第9点就是关于层高的问题啊，现在呢交付的标准啊一般的这个层高呢就在2.8米，但现在的房子面积呢都特别大，对吧？有的呢买个140平或者150平的房子，它的层高只有2.8米。如果呢你装上了整屋的吊顶，你会发现你家里面的层高特别矮。你要知道呢，一个毛坯房啊，我们进来了以后是水泥地，你上面呢还有4-5公分的这个瓷砖的高度。然后呢这个高度呢相应的减少，那如果你个子稍微高一点的话呢，你就发现整个屋里面非常的压抑。还有呢是一些老房子，就是关于我们在买二手房的时候，其实呢它的层高也就能够达到2.6米、2.7米，但以前的这些老房子呢都是挂暖，对，但后期呢很多人就想改上地暖，但地暖的这个公分差不多快10公分了，你可以想象一下，那基本上啊再加上有吊顶的情况下呢，我们家里面的这个高度啊就只有呢2.4米到2.5米，非常的压抑。建议呢，如果说你的层高超过了2.8米，也就是说在3米的时候，你可以做呢这个吊顶。如果呢只有2.8米甚至更低的话呢，我建议呢就做一圈石膏线就可以了。石膏线呢
多少年都不会过时，而且呢也不用怎么去收拾，尤其是吊顶啊，吊顶如果呢这个师傅技术不好的话，过2-3年你会看见呢有很多接缝的地方就会呢有裂痕啊，而且呢有时候呢里面的线如果坏掉的话呢，有一些亮有一些不亮，严重影响呢你的居住体验。那么还有第10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我们在装修的时候一定要多做柜子，不要呢觉得柜子多啊。很多人说我不用那么多柜子，干嘛要那么多柜子呢？其实以前我都犯过同样的错误，幸好呢我当时听取了这个木工的意见，多做了很多柜子。到现在我觉得我是一个受益者，因为呢你买了房子，你家庭的成员可能会增加，对吧？就是说小两口结婚了，过几年呢有孩子了，这么多年你们住的时候呢，你们有很多衣服要放，还有很多的被子，再加上呢当小孩出生以后，还有很多小孩的衣服、小孩的用品等等。如果你的柜子不够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家里面就会显得特别的乱。如果你的柜子呢足够多的话，你家里面能放很多东西，那么这样的话呢就看起来非常的整洁，而且呢以后买东西也不用怕。你别把自己的家庭呢住成一个出租房，什么都没有，进去一圈呢一目了然，那这样呢根本就不是过日子。好了，今天的视频呢就讲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